怎么了？那个 Climate Voucher 怎么了？只有这个可以买而已，剩下都不可以买，浪费时间，浪费青春。Are you using your Climate Voucher? What is that？ 我当然会考量一个环保，这是每个人的责任嘛。可是它不能大于我能承担的费用啦。当你购买家电的时候，你会看到像这样的节能标签。大家都知道，打勾越多，代表节能效果越好。但这也意味着你在购买产品的时候，需要从钱包里掏出来的钱就越多。那么以洗衣机为例，同样的容量和品牌，打4个勾的洗衣机就比打3个勾的贵了约30%。为了鼓励更多家庭使用节能省水的家电，政府推出加强版气候友善家庭计划，所有主屋住户都可以上网领取300元的气候优惠券，用来抵消购买洗衣机、冰箱、冷气等10种节能省水家电的费用。优惠券使用截止日期为2027年。等等。好像还是有少部分的民众不知道怎么使用它，听听他们怎么说。Are you using your Climate Voucher? What is that？ 我这样骂人。怎么了？那个 Climate Voucher 怎么了？只有这个可以买而已，剩下都不可以买，浪费时间，浪费青春。只有这些可以买。我们要买那个 boil water 也没有，我们要买 wall fan 什么都不可以，只有这样而已。好像他一个家我一个家，我们300、600，不可以 combine 买东西。不可以加钱买东西。但是我们要买大样。这个300叫他拿回来没有用。你们有用那个300块的那个 Climate Voucher 是吗？对。你们打算买什么？我是用来买冰箱、风扇。风扇啊，你知道你的 Climate Voucher 什么风扇可以买，什么风扇不可以买吗？可以买 DC。我的想法是，就是以长远来想啦，可以省比较多的钱。有这个 voucher 的话，会想要使用它在电冰箱上面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促进人民可以花一点钱来使用节能节省水的一些家电。300元的 Climate Voucher 你买了什么东西？我买了风扇，2架风扇，因为现在气候变化，然后需要用一些比较环保的物品。I thinking of buying some lights to save us so much. At least we can buy the items we really need. 这300块钱的这个气候优惠券，暂时我不会使用，因为我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家电是需要去去替换的。在我买电冰箱跟洗衣机的时候，我曾经是有看过这个勾来做比较啦。可是我也发现到，当然勾越多，尤其是冰箱勾越多，那个价位真的是相差太大了。对于我是实不实用，然后当然是价格，当然第3个我当然会考量一个环保，这是每个人的责任嘛。可是它不能大于我能承担的费用啦。一项关于新加坡消费者对永续产品需求的研究报告就指出，80%的消费者表示他们关心环境问题，35%的消费者愿意为包括节能家电在内的永续产品支付高达10%的溢价。到底气候优惠券能省多少钱呢？以家用电冰箱为例，同样的容量和品牌，2个勾的售价就比3个勾的便宜，但2个勾的冰箱每年预估要比3个勾的多付近30元的电费，如果用上20年的话，就要多付400多元。再加上3个勾的电冰箱可以使用300元的气候优惠券，长期来看3个勾的会更加划算。那么大家手中的优惠券都用起来了吗？我决定去问问商家。Candy 有没有发现，就是说最近在使用气候优惠券的人会比较多，然后有没有推动你们商家的一些买气呢？其实从3月中就有公众纷纷来询问怎么使用气候优惠券。4月15号正式推行之后，那更多的消费者就真的是簇拥到店里面来使用他们的优惠券。我们发现有大概50%的销售量都是
有使用优惠券的。这些产品当中就包括了冷气机、电冰箱、洗衣机。在 Audio House 最多人购买的就是电风扇、有洗衣机，还有冷气机。自从拍卖包车推出以后，我们询问这些节源电器的人是真的比较多。这些消费者在选择他们要的家电的时候，会多看看它是否节省电还是节省水。我们相信接下来更多的消费者会更注意这一些 eco-friendly 的家电。新加坡政府有这个措施，最少它能让我们买一些时间，因为呢，价格现在这些节能节水的电器虽然价格高，可是我相信随着再多一段时间的话，那个科技进步的话，它的那个价格差距应该会拉平的。价格是一方面，可是我相信我也看到这个趋势也是，就是说新一代的这些国民呢，不管在新加坡还是哪里都好，对于这个环保意识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我们是一直说的气候变化，我们还没真的就是体验到真正的气候变化是什么，估计应该会再多10几20年我们才会受到那些更剧烈的影响。所以也就是说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会是第一批的会受到这些影响的吧。听完了专家、民众和业者的反馈，不难发现，气候优惠券不仅能够提振市场的买气，还能让消费者受益，提高使用节能家电的意识，从而对环境更友善。300元的气候优惠券，你会怎么使用呢？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吧。